Hello， 大家好。大家新年好。我们回乡啊，有30天的时间，回到大马也快1周了。今天就来讲一讲回乡过程中的感受，告诉你5个 moment， 在这5个时刻当中，王太，你有个什么感受啊？非常想念我们在沙登还有马来西亚的生活很想念马来西亚，想要回来。第5个 moment。你肯定想象不到，我们作为在上海生活了40年的人，你绝对猜不到。最终呢，我们又得出了一个结论啊，都在最后告诉你。好，马上开始讲第1个 moment。它的场景呢是这样的：我们一家人啊，拖着很多的行李，坐着出租车进入了我们在上海的家的花园啊，也就是小区。天色呢很黑，这时候王太就生出感叹，马上啊，你看连家门都没有入，你就说想要回到沙登了，是吧？是的。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感受到巨大的落差嘛。就是上海的花园，我们家的花园可能也算是中等的这样的一个花园，大家也付着每个月几千块钱的物业费，可是它的物业服务真的是不咋地。你为什么在小区在花园外面就感受到了呢？首先你就感觉这个保安呢根本就不尽责，不像我们在沙登住的这个花园，你的这个 visitor 然后车呢都是要进行一个驾照的登记，对吧？IC 的登记才能进来，他是根本就很潦草的，然后我们说了，司机说了一句放人下来，然后就直接进去了。然后开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整个小区啊，本来是2车道的这个道路啊，现在变成了1车道，然后又很狭窄，对。非常狭窄，另外1车道被邻居们的车都停满了，那是因为我们小区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全停满了，实在是没办法解决本小区居民停车的问题，就占用了我们的人行道。你看，就是专业的出租车的司机，他开进来每次都要抱怨几句，怎么那么骂人，骂这么狭窄是。你讲的是一个物业，我想啊，这个场景其实反映的是什么？我们的一个居住环境就不如大马，你可能离开半年了，对，所以2相对比之下，马上就有这样的感慨。它不单单体现在车道被人行道被占用，对，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是吧？对，比如说我们家的门洞，就是我们住的那栋楼下面的门禁都是装的好好的，我们有电子的可视化的门禁，但是完全没有用。半夜里面回去就看到2道这样的一个门禁都是敞开着。你觉得不安全？我觉得完全不安全，就大家可以随意进入，然后接下来就是邻居们把生活垃圾袋装了之后就扔在我们楼栋门下的这个绿化带里面，对，很匪夷所思啊。这个等待第2天白天清洁人员再过来去收，但是它堆在下面就脏乱又很臭， 对吧？是，你就感觉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说邻居素质差，这个跟马来西亚确实不好比。然后就是你感觉整个小区的垃圾的处置规划也不如马来西亚，我们每个楼层上面有一个专门的垃圾房，里面天天打扫的干干净净，还有灯，还有专门的门，把这个气味什么都隔开。这边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这个在设计理念这个偷工减料上面2相对比差异就很大。第2天早上打开窗帘，天亮了，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白天的上海，也是有点小失望的。是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整个小区我们小区绿化率覆盖很高，你也只能看绿化部分，然后稍微抬眼往上看，整个墙的外立面，每一栋楼本来是白色的，现在都已经是灰黑色。而且我就发现这个墙面也有点斑斑驳驳，有些地方甚至于比较大片的都掉下来了。对啊，其实你说这个小区中档的它很旧吗？20年不到，在大马我们看到过时间更长的，但它维护保养都是进行的不错的。对这就使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嘛。对，想着我们在马来西亚只要花到我们上海同等小区可能只要1/3到1/4的一个租金，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环境，还有那么好的这个房子，我就觉得一个落差很大。OK， 这是第一。那我们来告诉大家第2个 moment， 这跟我们的小孩Wilson 有关系。我们在广西旅行，在一个 mall 之中，突然Wilson 说，哇，怎么这个人这样啊？他呢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个事情，就连我们在 Wilson 在中国玩的时候，好吃好喝好玩，觉得很开心的时候，他也会生出感慨说，哎呀，这个真的是
不如大马。当时威尔森他看到了什么这么震惊啊？连小孩都想要回去。我们在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mall 里面，就发现在我们后面的人在室内啊，堂而皇之的边走路在边抽烟，烟味巨大，它飘到我们身边。对，居然在 mall 里面在抽烟，这个真的是太让人震惊了。应该当时它反映的呢，其实就是在公共场合，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这种尊重，对吧？礼仪，对，没有这种距离感和边界感，不知道自己什么事情是文明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对吧？又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电梯里面就发现说，大家很喜欢高声的谈论这个事情，而且这个音量大到是用喊的，你感觉这耳膜都震动。对，某些地方人可能说话声音特别响啊，但这种比较常见。再有呢，像插队的现象，对，打车你比较敏感，会感觉有味道，对。大家肆无忌惮的在出租车里面抽烟，还有就是在飞机上面，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面，你可以听到大家这个在那里讲八卦的声音之大呀，整个全程就是你真的是非常，我觉得比飞机飞行的噪音还要大。对，这个两项对比啊，我想基本上在两地有过旅行或者生活经验的人，靠想象啊，大概就知道马来西亚会是怎么样。我们就吸烟这个事情再来展开一下。那你说 OK， 我们在广西的 mall 里面，那么回到上海，回到不是 mall 里面，是不是抽烟的情况就得到改善，就好很多呢？没有哦，像上海的高铁站也是这个样子，在站台上面就一路就是闻着烟味儿那高铁人流比较多，回到小区里面，其实电梯里面密闭空间有烟味，我们打的车里面，除了刚刚你敏感的汗味，还有很多烟味也是会有的，可能司机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好，再私密一点，住的酒店里面是不是就好了，就可以拿到一个清净清新的空气了？然后并没有，因为酒店里面住客经常抽烟，尽管是做了这个非吸烟的这个净化处理，你的被子啊，然后枕头啊，都会也是充斥着烟味。对，那你想，你是整晚的长时间的被动的二手烟完整的吸到肺里再出来，哇，这个我觉得比别人抽一根烟的那个抽烟者受到的损伤啊，不知道要大到哪去啊！可恶的三手烟。对对对，又是长时间啊，在餐厅也是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碰到的第二点。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个 moment， 我们出去玩也好，回乡也好，总要出去吃东西吧？是的。那有一个moment 呢，我们在旅行的时候，Wilson 看到网上一个广告说，我们就一起去吃雪花牛肉的烧烤吧。是，小孩子喜欢吃牛肉嘛。但是只有到了店里，这个菜上来之后，你跟 Wilson 都有些失望吧？巨大的落差。你看到了是什么？就发现店家在网上吸引我们去那则视频里面展现的又厚，然后又大，而且 marble 大理石纹特别漂亮的所谓雪花牛肉，它的食物就变成了薄如纸，然后筋筋拉拉特别小，大概大小 size 大概是2厘米乘3厘米这样的薄片，一份是3片，你感觉哭笑不得，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吃东西就是容易踩雷，对吧？餐饮的体验和你的性价比完全不同。等一下我们可以讲对比大马是怎么样的。那我回到上海之后呢，我跟很多朋友见，你就发现很多店它的装潢都很漂亮的，这个现在服务员他的服务的态度素质都比以前很好非常接近深圳这个广东这样的一个地方。餐具用的都很好这比大马要好，桌椅也很好，每个上来的摆盘就像米其林一样的很精致，很漂亮的，很干净的。但是你说这么多都好，评分也好，为什么还是我们会觉得不满意呢？觉得这个餐饮容易踩雷呢？就是一个是食物菜单上的照片跟食物的落差实在是太大了，你感觉就端上来之后有一种掀桌的这种冲动，你有这么强烈的冲动？是那种，特别是我记得印象很深，我们在上海的我们家庭聚餐点了一道腌笃鲜，那腌笃鲜是一种浓汤嘛，上来一看那个汤是简直就比逃命水还要淡，你看这个颜色就不对嘛，味道也不对，所以真的很想掀桌真的不想付钱有这么对，我有一些可能样子和照片是一样的，但是你能够吃出来这个口味就是平淡无奇，吃不出这个食物的本味和它的特色。对，你怎么说呢？也不好说。上海现在好像经济不好，很多地方都打折，你就感觉吧，钱呢我是付了，它的这个一切东西都讲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吃东西就是来体验它很好的口味的。
就得不到这个结果。那在大马是怎么样的？你帮我们对比一下吧。大马来讲的话，我觉得实物和图片差别不会那么的巨大，而且商家也不会那么多的请这些网红也好，或者自己花钱去做短视频来吸引人，好像你感觉大家都是埋头在认真把自己的菜品做好，而我们好像是把这些功夫都弄在一些花里胡哨的宣传之上你看为什么这个 moment 会想念大马？我们回来马上就出去吃了，就回到我们熟悉的，哪怕是档口也好，熟悉的那些小店也好，上来东西就感觉哇，这个吃的很comforting 嘛，是吧？就有一种对胃和心灵的慰藉，就回来。是的那不要走开还有2个第5个呢，就是你肯定没有想到的一个 moment。那么第4个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在家里的时候，经常在上海买东西，照理说很方便。现在就是经济下行也好，优惠券很多，买东西很便宜也很方便，差不多30分钟内很多 app 都可以送货到家了，对吧？不论你买的生鲜的还是一些物品，这一照理说是挺好的。那王太，你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跟我讲了以后，我觉得挺震惊的。就我感觉自己你在上海消费让你消费的过于明明白白，然后你要买的那些日常的生鲜它都分成3、6、9等就是让你觉得说你必须花钱才能吃到好的放心的食材。这个我还没有懂因为他把它分得清清楚楚，什么叫你要花钱才能吃到好的？也就是说你买便宜的虽然方便，但是它的品质并不好，对，你不敢买，你觉得买了会危及健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最会用了去腥3件套之中的2件，叫葱和姜。我们以葱为例你随便打开一个生鲜平台，你会发现葱它有3、4种，最便宜的那一种它什么都不给你，看上去也挺美的。第2种图片好像跟它差不多，但是价格可能要乘以 1.5 倍，它会标一个字无蓝矾。蓝矾是什么？蓝矾是一种化学药剂，它为了使这个葱不会很快的枯萎，喷洒上去的保持那个绿色，但是它本身是对人体有害的。它是一种化学品嘛？是。还能有些什么例子呢？在网上就是无农药、无残留、有机青葱，然后又是第1种葱的3到4倍。对然后我们说到姜的话，姜也是最普通的、最便宜的，你会看见也是看上去挺美的。然后乘以2倍左右，它就要跟你说无硫磺。无熏制。那也就是说，你一旦看了更贵的，你会觉得如果我买白的买平的这种，就相当于是伤害了我自己的健康是的。然后猪肉也是嘛，猪肉也是同样一种部位，比如说猪的梅花肉，它会告诉你一般的普通的，对吧？然后价格还挺平的，你会觉得哇好便宜。然后接下来第2道它是 1.5 倍的价格，它告诉你叫无抗猪。你知道吗？无抗是啥意思没有抗生素的猪。那么潜台词就是那个便宜那张是有抗生素是吗？那我就会心里面非常沉重就是我要是花便宜的钱，我对自己就是不太负责任对，我记得那时候下不去手你买的时候你还跟我讲，有些虾更贵的就说自己是无保鲜剂，好像更贵的为了能够卖出去你只有说明白，你看更便宜的那一档其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原先你告诉我在菜场买的时候，在这些 app 还没有分的这么清晰的时候，那我们买到了以为自己得到了便宜，其实呢想一想，我就吃到了就是加了蓝矾的葱，然后是有硫磺熏制的这样一个姜，我们可能已经吃了30-40年了我觉得我的妈呀，我全身都是化学元素细胞。它就反映了我们的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个时候你在点的时候，你就跟我说，那相比之下还是马来西亚好。平时可能马来西亚现在有些东西我们买起来好像价格会贵一点，但是有一个放心和安心在。是，我希望这种不良的风气不要被马来西亚学到千万不要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讲第5个 moment。我说说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猜得到就是在我们家里Wilson 我还有王太，我们3个人经常就会抢一个电器这个电器呢要加上水通上电。你有没有猜到？你肯定没有听到过这种东西电热洗脚盆，我们家御用了很多年。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冷。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你们不是上海人，你又在室内你怎么觉得天气冷？天气冷可以开各种各样的暖气和加热设备吗？对。开的怎么样？
我们家开了热暖空调，还开了取暖器，然后就会发现都不能整夜开啊，不能全天开，因为整个房间就会空气非常的干燥，然后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人会眩晕，然后心跳加快，很难受，皮肤也不舒服，有种刺痛感。是的，然后虽然我们醒着的时候都是这2个电器都开着，可是你还是觉得冷，所以不得不采取最原始的泡脚，每个人要泡起码半小时，然后你才能浑身都暖起来，而且这个电热洗脚盆是不停的加热。对吧？防止水变冷。你看这一点，我们反映的其实是天气。虽然在一样的环境生活了40年，但是到了大马才知道，哇，这个恒温的30度左右的天气到底有多香，有多好。因为跑去户外，那一样也是受不了啊。这冬天不单单是天气冷，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空气污染也非常严重，是对吧？在上海的接近4周，几乎我看了一下，只有2天是下雨天的时候，空气质量所谓的叫优良，其他都是轻度污染和中度污染。所以你看，出门出不得，回到家里呢，又冷也不是，加热也不是，而且你为了这个冬天，你看你穿的东西有各种各样保暖的东西，电热毛巾架啦，洗脚啦，哎呀，早上呢又感觉天好冷。在马来西亚生活久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起床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这个早上很难要下定决心起来。所以你看，一个地方，如果温度适宜，没什么变化，哇，我现在觉得真的是一个巨大优势。是的，是的，我们拎好行李，然后走出机场，在吉隆坡深呼吸了这样一口湿润的温暖的空气，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活过来了。所以你看，我们讲了这5个 moment 啊，这个真心的、真实的现象感受。从天气、食品安全、饮食、居住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礼仪和尊重，都是我们有一种冲动，尽快的回到大马。王太，你跟我们来讲讲看，现在回来了1周了，有些什么感悟啊？现在还是觉得非常的珍惜啊！你会觉得在这边的所得到的一切都不是白白来的，然后也不是每个人不是白白来，是我们付钱来的。是，对，而且是我们中年自断后路，然后来这边重新去 explore 一片新的生活的空间，还有生活的一个机会。我非常感恩现在在马来西亚能够享受到的这一些，从天气也好，从公寓也好，还有就是很可爱的周遭的。很有文明礼仪的这些马来西亚人，对，就是很珍惜这样的生活，但同时呢，下面几集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上海看到的一些绝对想不到的。本来你以为哇这个事情很糟糕，但是我们看到了还是蛮励志、蛮感人的一些人和事，也会放给大家来看。是的。好，那我们就做个广告吧。现在快到新年了，新年我们OKOK会有些什么东西呢？我们都有换新了包装，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手写一些这个贺年卡片。当然，如果大家希望要贺年卡片送人，用我们的产品来送人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你一站式搞定安排。对，就新年前可能半周到时候快递外送都又要躺平了，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全家福，就什么都有的优惠，你可以在朋友面前露一手，自己呢省点食吃得很油腻、很不舒服的时候，来一点健康的，但是很美味的。当然，我们的漂亮的包装也可以送给朋友和亲戚，对吧？有很多的用途。好的，那么谢谢大家收看到现在留言评论，这样呢系统就会帮助我们让更多的人看到。谢谢您，再见，拜拜。跟我们一起呢也在户外看一下这个夕阳吧。好吧，来，今天天气也不错，只给大家看一下眼前的这片，就是我放辣椒苗的荒地。可以看到，在这个荒地里面非常突兀的矗立着几颗辣椒，那就是我们家阳台上的作物。太远了，可能拍不到，你可以跑到前面去拍给大家看一下。